提到二战美军地面力量，你想到的是什么？是谢尔曼坦克的洪流，还是铺天盖地的空中支援？但其实美军真正的基石是普通的美国大兵和他们所在的步兵班。这个小队堪称二战顶配，别的国家步兵班可能围绕一挺机枪组建，美军思路很清奇，他们给几乎每个人都配发了半自动步枪，这让他们的步兵班火力猛得像个小火山。特别是那支勃朗宁自动步枪，这种豪华配置让美军每个班都成了难啃的硬骨头，既能灵活机动，又能持续输出，可以说是二战战场上最均衡的战术单元之一。大家好，我是大胖兵，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美军班组这支移动军火库究竟是怎么组建和工作的。二战美军的步兵班其实在开始并不突出，它的编制演变像是一部打补丁升级史。战争初期1941年那会儿，一个班有12个人，但核心火力是一挺勃朗宁自动步枪，外加10支春田步枪。这春田是手动步枪，打一枪拉一下枪栓，火力持续性有点捉急。这配置和对手半斤八两，根本占不到便宜。美军高层很快发现这火力不够用啊，于是他们做了个关键决定，给大兵们换装传奇的 M1 加兰德步枪。这枪可是个好东西，半自动射击，能连撸8发不用拉栓，步兵火力瞬间提升。但问题又来了，班里那唯一一挺 BAR 显得有点孤单，压力全都给他了。所以在1943年，他们又打了个补丁，把步兵班缩减到9人，但增加了第二挺 BAR。想法很美好，2个自动步枪组火力应该翻倍，对吧？但实战发现人少了，扛弹药和机动性又成了新问题。这个改动有点尴尬，好像哪里不太对劲。经过前线反馈，最终在1944年找到了完美配方，定型为12人制，一个班长一个副班长带领2个火力小组，每个组都有一挺 BAR 作为绝对核心，其余成员配备 M1 加兰德，偶尔保留一支春田用来发射枪榴弹。这个编制科学多了，火力持续性和人员配置达到了最佳平衡，从此成为经典。所以你看，美军的步兵班编制是在实战中不断试错，慢慢调整出来的，最终才变成了那个我们熟悉的移动火力堡垒。接下来咱们细细剖析这个组合。1944年，美军陆军步兵班这个经典配置，它总共有12名大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就像一个迷你团队。首先出场的是班长，通常是士官军衔，他是全班的大脑，负责指挥和决策。他携带 M1 加兰德步枪，但经常搞到一把 M1 汤姆逊冲锋枪，这样更方便指挥作战。副班长是班长的备份，当班长休息或者忙别的时候，他就接管指挥权。他也带着 M1 加兰德，随时准备顶上去。接下来是侦察组，有2个侦察兵，他们是班里的眼睛，总是走在最前面，负责探路和观察敌情。他们都带着 M1 加兰德，眼神要好，腿要快。现在重点来了，自动步枪组是全班火力的核心。首先有主射手，他扛着勃朗宁自动步枪，简称 BAR， 这玩意儿重将近9公斤，还不算弹药，所以这是个力气活，但他提供最重要的压制火力。副射手跟着主射手，他帮忙携带额外弹药，通常带着 M1 加兰德，但主要任务是确保主射手不缺子弹，还要在主射手休息时接手那挺沉重的 BAR。再来是助理射手，他也带着 M1 加兰德，但主要负责掩护和额外弹药的运输。这3个人组成一个紧密的火力小组，另一个小组配置相同，也是主射手、副射手、助理射手，这样班里就有2挺 BAR， 形成交叉火力，让对手很头疼。最后是步枪组，由剩下的步枪手组成，他们都拿着 M1 加兰德，这是当时最先进的半自动步枪，射速快，精度高，让美军步兵火力很强。有个步枪手比较特殊，他带着 M1903 春田步枪，这不是因为装备不足，而是要用它发射枪榴弹，为班组提供面杀伤能力。每个成员除了主武器还携带手榴弹，有些士官还配手枪用于自卫。这样的编制很科学，既有强大的火力输出，又有良好的人员配置，即使出现伤亡也能很快调整补充，不会完全失去战斗力。BAR 虽然火力猛，但也有缺点，就是太沉重了。行军时射手很辛苦，而且20发弹匣容量小，需要频繁更换。
好在副射手能帮忙。M1加兰德也有趣事，他打完8发子弹时会发出清脆的乒声，提醒双方该换弹了。整个班组分工明确，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该干嘛。这种科学的编制是美军步兵战斗力的重要保证，每个班都成为可以独立作战的小团队。这就是1944年美军陆军步兵班的典型配置，一个移动的火力点，既灵活又强大，为后续战术运用打下了坚实基础。二战美军步兵班的装备堪称当时最豪华配置，这背后有着深刻的战术逻辑，不是简单堆砌武器，而是一套精妙系统。先看核心武器 M1加兰德，这款半自动步枪是美军火力的基础，每个步枪手都配备。它使用30至60弹药，威力大，射程远。最厉害的是半自动射击，士兵可以快速连续射击，不用像手动步枪那样打一枪拉一次枪栓。这带来巨大优势，在相同时间内，美军步兵班能射出比对手多好几倍的子弹。但半自动步枪也有趣事，它的8发漏夹设计，在打完最后一发时会弹出并发出砰的一声，这个声音在战场上可能会暴露位置。不过实战中发现，战场噪音很大，这个声音影响有限，反而成为它的标志。接下来是明星装备 BAR 勃朗宁自动步枪，它被归类为自动步枪，但实际上扮演着轻机枪的角色。虽然它没有快速换枪管功能，持续射击能力有限，但它的20发弹匣提供不错的压制火力。BAR 有个小秘密，它使用和 M1相同的弹药，这简化了后勤补给，士兵们可以共享弹药。在激烈战斗中，这个设计很贴心。不过 BAR 也有缺点，它重量接近9公斤，比一般步枪重很多。行军时射手很辛苦，而且20发弹匣容易偏小，射手需要频繁更换。好在有副射手帮忙，携带额外弹匣。为了弥补火力间隙，班组还配备春田步枪，专门发射枪榴弹，这提供取射火力能力，可以打击障碍物后目标或者轻型车辆。后来改进为 M7 发射器，直接装在 M1步枪上，更方便使用。每个士兵还携带手榴弹，主要是 MK2 防御型手榴弹，它的破片杀伤效果不错，适合防御作战，进攻时也会用到。士官往往配备 M1汤姆逊冲锋枪或者 M3黄油枪，这些近距离武器在丛林或巷战中特别有用处。除了个人武器，班组还会加强，比如获得火箭筒或者额外机枪，但这要看具体任务，不是标准配置。所有这些武器组成一个火力体系， M1步枪提供基础火力， BAR 负责压制，春田步枪驱射打击，手榴弹处理近距离威胁，冲锋枪用于突发遭遇。这种配置的优点很明显，火力持续性好，弹药通用性好，适应性也很强，在不同地形都能发挥。但也有一些小问题，比如 BAR 的重量让机动性受影响，再比如所有武器都使用相同口径，虽然简化后勤，但也限制专业化。实战中这个系统很有效，德军和日军都注意到美军步兵火力特别猛，经常误判美军人数，因为射速太快了。有个有趣战例显示，一个美军步兵班经常能压制人数更多的对手，靠的就是这个科学火力配置。美军甚至开发出基于这个配置的战术，比如移动射击、交替掩护等，都建立在强大火力基础上。所以说，这个豪华装备不是随便搭配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形成的完美系统。每个武器都有定位，相互配合补充，造就了二战中美军步兵班的强大战斗力。这种配置理念甚至影响到战后许多国家的步兵编制，可见其成功之处。美军步兵班的编制设计完全服务于实战需求，每个战术动作都建立在人员与武器配置基础上，形成独特作战风格。先看是最基础的行军，班组会采用行军纵队，侦察兵走在最前面，距离主力20到50米，用视觉和手势信号沟通，发现情况立即示意。这种队形减少暴露，同时保持警惕性。接近可能接触区域时，队形立刻变换，变成疏开的散兵线，每个士兵间隔5到10米，减少被集体杀伤的风险。自动步枪手居中位置，方便提供火力支援，班长在后面一点，便于观察和指挥。遇到敌人时的反应很有特色，不会立即全部开火，而是先寻找掩体，自动步枪率先发言，进行火力压制，步枪手则精准点射。这种配合很有效，经常让对手误判，遭遇了更大部队。
进攻时的标准战术叫做火力和机动，一个小组提供掩护，用自动步枪持续射击，压制敌人火力点，另一个小组趁机前进，交替进行这套动作，就像跳格子游戏，但更加紧张刺激。防御时的布置也很巧妙，会选择有利地形形成交叉火力区，自动步枪放在侧翼，这样射击角度更好。步枪手负责正面，每个人都知道射界，避免浪费弹药。夜间作战有特别技巧，会减少移动距离，增加口令确认，使用更多手榴弹，因为视线不好时，爆炸声能震慑敌人。在丛林环境中，队形会更加紧凑，因为视野受限。自动步枪手更重要，它的压制火力可以打穿植被，给步枪手创造机会。城市战又是另一套，会分成更小小组，每个组控制一个区域，用手榴弹清理房间，冲锋枪这时很管用，短小精悍，转弯灵活。与上级火力的协同是另一个重点，班组会呼叫迫击炮或者机枪支援，这时他们会用无线电或者信号弹指示目标，然后自己保持隐蔽。有个经典战例显示，一个步兵班利用地形成功拖住德军排级进攻，他们巧妙布置火力点，让自动步枪不断变换位置，造成人多势众的假象，最后等来援军。但也有遇到麻烦的时候，比如在开阔地带缺乏掩体保护时，自动步枪的射程不足，难以有效压制远方敌人，这时就需要等待排级机枪火力支援。过度泥泞的地形也让重型装备移动困难，自动步枪手常常落在后面，影响整体推进速度。这些实战中的小问题促使战术不断改进。总的来说，美军步兵班凭借科学编制，发展出灵活多变的战术，既能独立作战，又能融入更大体系。这种适应性正是其战斗力的关键所在。每个士兵都清楚自己的角色，每件武器都发挥最大效用。这就是为什么说好的编制是成功的一半，它让普通士兵也能变成高效的战斗团队。好了，美军的步兵班编制咱们就聊到这儿了。我是大胖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